清晨的微光刚落在费城的街道上，空气中仍带着一丝夜里的凉意。年幼的威尔·史密斯站在家门口的阶梯旁，看着父亲在昏暗的天色中准备前往工作。那是一座因贫穷而充满谦卑的城市，却也是塑造他力量的起点。他还不知道，未来的自己会站上奥斯卡舞台，会成为世界影坛最具能量的灵魂之一。但在那时，他只是一个被困在费城街区的小男孩，害怕失败，也害怕让别人失望。风从狭窄的巷道吹过，吹起尘土与枯叶。威尔的童年就在这样的风中长大，既混乱，又带着一点希望。每当夜里父母争吵，他就会躲进房间，拿起笔，写下一段又一段想象中的对白，试着用幽默保护自己的心。某个午后，阳光从破旧窗框洒进家里，父亲指着后院的一道破墙，要他和弟弟把整面墙重砌。男孩的双眼睁大，觉得那根本不可能。但父亲说，你不用去想整面墙，你只要把今天这一块砖砌到世界上最完美就好。那句话像种子一样落在他心底，风轻轻掠过他手上的灰泥，阳光洒落在每一块被他用心放好的砖上。当他抬起头时，他看见可能性不是墙，而是他未来的路。然后他开始喜欢讲故事，在校园里，在街角的小公园，在派对里，在陌生人的聚会中，他用笑声换取掌声，也换取自己的一点勇气。夜晚回家，他望着昏暗中的城市，心里悄悄对自己说，我想要不一样的人生。但梦想没有路标，它不像地铁站，没有指向成功的箭头。很多时候，他只能依靠信念前进。后来，他遇见音乐，遇见节奏、韵律、舞台，以及让他发光的那一刻。夏夜的空气带着热度，灯光落在他的脸上，观众的叫声像海潮般涌来。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，宇宙正在听他说话。表演结束后，他坐在后台的台阶上，微风带着汗水与幸福的味道。他盯着黑暗中的天空，突然有个念头涌上心头，也许这世界真的会回应我的心愿。吸引力法则就是这样运作的，不是魔法，而是状态。当一个人全心投入某件事，他散发的频率会穿越看不见的空气，去吸引同样的能量。然而，生命不会一直顺风。威尔最辉煌的时候，也迎来了最痛苦的打击：破产、名气崩跌，银行要收走他的房子。城市的夜色冰冷，他走在街上，风吹来时，连外套都几乎挡不住现实。那时，他脑中只有一个想法：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但宇宙的法则从来不是否定，它是在考试你是否真的相信。某天午后，他走在一条平凡的街道上，风带着树叶飞舞，太阳从云缝照下，一束光刚好落在他脚边。那一刻他停住了，仿佛被什么力量提醒，你不是为了失败才走到这里的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再次相信。他开始将每天的情绪调成富足的频率，不再抱怨，不再沉溺恐惧，而是用我一定办得到的信念取代所有噪音。然后能量开始流动了，他被邀请上节目，被看见，被肯定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接到了一通会改变他整个人生的电话。我们有一个角色，你愿意来试镜吗？那部作品就是《新鲜王子妙事多》The Fresh Prince of Bel-Air。阳光洒在拍摄现场，每一次笑声，每一次拍手，每一次镜头的亮起，都像是宇宙在轻声回答，这就是你努力共振回来的结果。能量共振法则如此真实，你成为什么频率，世界就会用相同的频率靠近你。当你散发希望，希望就会循着光回来。当你选择善良，善良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你。就像音叉实验，两个声音一致的音叉会一起震动，人也是如此。后来，威尔成为世界级巨星，红毯的镁光灯，全球的掌声，讲座的重量，都是他曾经在心里默默对宇宙发出的愿望。但他从未忘记那座破墙教他的事：你不是一次完成整个梦想，你是每天砌好一块砖，每一段努力，每一次调整状态，都在悄悄吸引你想要的人生。有一晚，他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灯光闪烁，风从低处吹上来，带走了白天的喧闹。他突然明白，原来我所有想要的都因为我相信而慢慢走向我。镜头外的你也一样，你以为自己不够好，没有条件，没有心愿，但宇宙不看你的过去，它只看你的频率。当你觉得自己不值得时，世界也会把机会藏起来。当你觉得自己配得上好事，宇宙就会打开窗，让光照进来。人生的每一段道路都藏着你看不见的呼应。你今天的一句话，一个念头，一种状态，都在为明天的自己铺出方向。每一次鼓起勇气，每一次接受挑战，都像是在对世界说，我准备好了，
把路给我吧。即使现在你正处在低谷，请记得，低谷不是终点，而是反弹前的蓄力。你感受到的每一次痛，每一次迷茫，都在淬炼你的频率，让它和你真正渴望的未来更加接近。夜色深了，城市逐渐安静，远处有灯亮起，像为迷路的人指引方向。如果你此刻觉得孤单，觉得未来渺茫，请闭上眼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告诉宇宙，我愿意相信，我愿意前进。你会发现，有一股你看不见的力量，正在悄悄把你推向更好的地方。吸引力法则不是梦幻，它是你每一天的选择。你选择相信，世界就会选择帮助你。请记住，你不是等待奇迹的人，你本身就是奇迹的种子。只要你愿意改变频率，你的人生一定会开始改变轨道。由心流时刻制作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前行。